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疫情时期做好消毒很重要。这种紫外线灯管是最廉价的消毒工具，它比酒精还要廉价，因为通电以后就可以杀毒，而且面积很广。它不但能够产生紫外线，还能够产生臭氧。它内部我们看是灯丝，这端也是灯丝，然后里边是含汞的蒸汽。当外部通上电压以后，汞蒸汽遇到电子撞击之后呢，就会产生紫外线，然后撞击这个管壁。总之呢，就是发射紫外线，并在空气中产生臭氧。紫外线和臭氧就能够对病毒进行杀灭，当然对细菌也是可以杀灭的。但是它的弊端呢，就是不能用眼睛看，对眼睛呢有一定的损伤。另外，在杀毒过程中会产生臭氧，一般呢要求是半小时以后人再进入。我们看这有一个说明，紫外线消毒灯开启后，所有人员必须离开杀菌房间，杀菌结束以后需要通风30分钟再进来，以确保安全。这个灯呢是一个10瓦的。好，下面我们看一下它的电路构成。这个杀菌灯的电路呢与我们的日光灯是很相似的，它同样是两端4根引线。刚才我们也看到了，这个灯管呢是两边带灯丝的，一共4个引脚。它要有2根输入的电源线，我们看这一端是4根，这2根是输入的电源线，与这根红线是接在一起的，也就是这个灯座的两端都可以插到这个插销上进行供电。其余的呢就是这个电容下边有4个二极管组成的整流桥，这2个电容是串联滤波的，它的中心点呢是给整个电路供电的。这个电容的耐压值是250伏的，串联以后呢达到500伏。这2个二极管是接在3极管的基极和发射极之间的，是通过 1.5 欧的电阻。这2个功率管的型号呢是13001。我们知道13001的耐压值一般是在600伏左右。这边有几个电阻，分别是接在基极、极电极和发射极上的。这个是一个感应的磁芯，上边有3个绕组。这个是一个启动电容。这个是接在下管的发射极的一个电容，一端接整机的负极，一端接这个3极管的发射极，通过这个 1.5 欧的电阻。这端这个是接在上管的发射极、下管的极电极上的一个绕组，然后再接到这个大电杆上。这个大电杆一端就接到我们的灯管的灯丝一端。我们这个电容是串在灯管的2个灯丝之间的，最后灯丝的一个引脚接在这2个大电容的中间，也就是中间点上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图，220伏经整流桥整流，这端输出正电压，这端输出负电压。经电容滤波以后，两端很显然是310伏左右的电压。这一端加到上管的极电极，通过这个启动电容，通过这个线圈给这个电容提供启动电压。这个3极管就开始通过极电极、发射极，再通过 1.5 欧电阻，通过这个电感线圈，再通过这个电感线圈，通过灯丝，通过电容，通过这个灯丝，给下边这个电容进行充电。同时在互感器上，这个线圈上会感应出磁场，再感应给磁芯，感应给这个绕组和这个绕组。这个绕组这端会产生正电压，这端是负电压，这边这个绕组这端是正电压，这端是负电压。那么很显然这个电压会升高，这时这个3极管基极的电压会升高，3极管的导通量会增加。那么这个极电极向发射极通过电感，通过灯丝的电流会进一步增加，直到3极管饱和导通，电感线圈上的感应电动势消失之后，这个电动势也消失，那么很显然3极管的导通量就会减小，从而使电流减小。这时由于电感有阻碍电流减小的作用，所以感应电动势会倒向，倒向以后这端为负，这端为正，这端为正，这端为负，所以这个3极管的基极电压会升高，下管开始导通。下管导通它的电流方向是通过这个电容，然后通过灯丝，通过电容，通过电感，
再通过这个下管的集电极、发射极入地。在启动的过程中，由于有这个电容的串联，所以它的容量就相对较小。那么由于这个电容充满以后，它的感应电动势就会导向，也就是说这两个管交替导通的速度就会增快，所以就是频率高。频率高呢，在这个电感上产生的感应电动势也就高。这时灯管两端的电压达到600伏左右的时候，也就是这个电容两端的电压达到600伏左右的时候，灯管就会启动。当启动以后，由于电容不串联在电路里，是通过灯管进行耦合的，那么就是靠这个电容的充满而变化，所以它的频率就会降低，使灯管两端的电压进一步降低。但是灯管启动以后，低电压就可以使它继续点亮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